还被当作复联里的小透明，但遭逢大战时有他必胜。他又是团队里最会生活的一个，打仗生娃两不耽误。他就是蚁人鹰眼克林特·巴顿。我们鹰眼操劳10多年，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剧集。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去看看一场启蒙引发的灾难。2012年，我们在英雄视角观摩了纽约大战，而在战争来临之前，百姓们依然要解决家长里短的问题。小女孩凯特爹妈贼有钱，却依然要为了一些琐事吵架。最近因为公司的运营出了问题，母亲想把房子卖了填补窟窿，父亲却告诉凯特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我们不会搬走的，并表示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会保护女儿。当然凯特妈妈也没有坏心眼儿，只是因为生意不景气有些上火罢了。就在此时，奇塔瑞大军来袭，楼下的动静几乎要把凯特吓丢了魂了，各种爆炸，家里残垣断壁，充分体现了房子太大的问题，出了麻烦都找不到家人呢。奇塔瑞人正齐齐向凯特冲来，危急时刻，一支快剑百步穿杨，瞬间击溃敌人。烟雾散去，一个勤劳的身影正疯狂刷怪。这份伟岸深深刻进了凯特的心中，直到母亲赶过来抱住他，才想起这里成了战场。纽约大战导致凯特父亲牺牲，打那天起，他决定发愤图强，成为像鹰眼一样的劳模去守护家人。不论是剑术还是格斗，凯特样样精通，他完全是在用青春去致敬偶像啊。2025年圣诞前夕，他跟小伙伴们想要搞点事情，敲响美国最古老的大学钟楼。这塔呢叫史丹塔，这史丹呢就是铁霸王。对喽，就是绑架托尼的那个老秃子。为了纪念他，于2006年重新开启，先打终身还是先打钟摆？凯特和伙计各持己见。他听了伙计的建议，一剑正中终身。可声音却微乎其微，相当扫兴啊！他是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。只见凯特更换箭头，手臂微抬，一道完美的抛物线飞去，响亮的钟声在街区回荡。但因为摆得过于猛烈，年代已久的钟塔当场退役，凯特也被安全人员逮了个正着。插曲过后，凯特连忙赶回家过节。当年家里有钱呢，现在家里更有钱。母亲艾莉诺现在是有点头脸的企业家了，今晚要去参加一场慈善拍卖会，同时还得去出资重修史丹塔。学校早就把凯特的事告诉了家长，女儿这种行为，艾莉诺倒是能够理解一二，毕竟年纪小，家里还有钱，难免会朝天大喊还有谁呀？不过该有的教训肯定少不了啊。身为一个单亲妈妈，她并不希望女儿因为自大出危险。当然，作为惩罚，艾莉诺需要她陪自己一起去慈善拍卖会。凯特只能答应，还把自己新拿的武术冠军奖牌给了妈妈。这东西，艾莉诺见怪不怪，女儿获得奖都快装不下了。凯特偶然发现家里有不少剑，这都是艾莉诺新男朋友雅克的收藏。凯特是无法接受母亲找新欢的。慈善拍卖会上，凯特身穿飒爽西装，给人一种 A 姐的触感，但讨厌雅克的眼神是藏不住的。他误被阿曼德当做了服务员。这阿曼德是雅克的叔叔，也是家族的第3世，其实力背景可想而知。他建议凯特在婚礼上要穿得淑女点，虽然西装确实更合适。老头无意间透露了艾莉诺和雅克的婚事，这反倒让不知情的凯特更烦躁了。艾莉诺想得到女儿衷心的祝福，话都说到头了，凯特也没法反驳妈妈的心情，只能是借口出去透透气。鸡鸡个消化真的不愉快，街上一独眼狗跟他打了个照面，然后不明所以跑到了一边。凯特心想自己成了狗不理。圣诞在即，一场讲述复联1的音乐剧正在火热表演。观众席上，巴顿带着仨孩子看得皱眉啊！纽约大战哪来的蚁人呢？但实话说，这音乐剧确实有心了。当演员们歌颂到黑寡妇时，双耳突然失聪，嗡嗡作响。巴顿应激障碍了，娜塔莎牺牲的一幕幕在脑中闪回，还是女儿让他回过了神。当时大战的壮烈历历在目，巴顿实在有点做不下去了，对一个寡伴小粉丝友好打了招呼。他借口去趟厕所，鹰眼名声大噪，就是撒泡尿的都有人过来要求合影。他离开了剧院，冬季的冷空气似乎才能让他镇定下来。孩子们知道是娜塔莎让父亲想起了不好的事，纷纷懂事的跑出了剧院。在他们面前，巴顿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巴顿拉着孩子们去吃了中餐，并计划着带他们去纽约最大的圣诞树，当然不忘给家里的妈妈报个平安。距离圣诞节还有6天，巴顿要好好带着孩子们放肆玩一次。服务员突然过来握手，表示老板为鹰眼免单，巴顿实在无法拒绝。凯特这边偶然发现妈妈在和阿曼德交流，听起来像是阿曼德在打压艾莉诺。间断听到几句话，我有钱有势，跟你惹不起我。搞不清楚状况的凯特只能回去询问妈妈，但艾莉诺表示什么也没发生。起了疑心的凯特一路尾随阿曼德，穿过后厨的一个暗门，有着安保人员把守，凯特便假装服务生，通过大家嘴中的盖瑞蒙混过关。门后是个酒窖，也是此次拍卖会的现场。透过缝隙，凯特还见到了雅克。
他跟叔叔阿曼德还有着水火不容的架势，但具体对话凯特听不到。其实雅克并不是什么有钱人，或者说钱还没有继承到他这儿，叔叔还活着，自己就是光杆司令啊。拍卖会第一件商品是三角龙的头骨，以270万美金的高价被人拍下。这里还有个规矩，买卖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公布于世。凯特看得起兴啊，那个盖瑞却亲自赶了过来。男人并不记得服务生里有凯特这号人物。凯特解释说：“你连员工都不记得，老娘不干了。”趁机就甩了对方。偶然发现一个保安在跟外人通电，听起来像是袭击拍卖会，他一直埋伏在门口偷听。第二件商品来自复仇者联盟基地的废墟，曾有一个令犯罪团伙闻风丧胆的杀手，凭一己之力审判了各种犯罪组织，手段血腥残暴，其真实身份仍是个谜。这件商品来自浪人的佩刀，属于是独一无二的兵器。众富豪连续抬价，爱好刀剑的雅克也频频举手。阿曼德嘲笑他根本没有钱，雅克却嘲讽：“到你死了我就有了。”奈何实力不允许，最终浪人的佩刀让阿曼德拍下了。拍卖会趁着打铁，继续出售配套的浪人制服。还没等出价呢，墙壁轰然破碎，一群身穿运动服的恐怖分子闯了进来。雅克趁乱顺走了浪人佩刀。这群悍匪的头目是为了一块手表，所以并无意伤害平民。然而命运就是如此，爆炸让浪人的制服掉落在了凯特面前。这不白白来了个成英雄的机会啊！他换上制服，突袭歹徒，并且疏散起了雅克等人。初生牛犊的凯特点满了幸运值，结实的红酒瓶子成了趁手兵器。运动服帮的瞄边枪法又打不中他，他穿梭在地窖里，巧妙运用学到的技巧打击罪犯。奈何对方都是一些5大3粗的老爷们儿，肉搏方面凯特肯定是吃亏的，他只能是找机会开溜啊。另一边，运动服帮拿到了来自复仇者基地的手表，正要撤离时被之前的独眼狗袭击。凯特侥幸将狗子救下，追逐中还闯到了马路中央。艾莉诺一直给女儿打电话，联络不上，心里很慌。刚跟雅克碰面，警察就赶到了，只能是祈福女儿平安。巴顿刚把累垮的孩子们带回酒店，就看到电视上报道了袭击一事。目击者拍到了疑似忍者的神秘人跟一条狗在一起，这制服让巴顿一下子回忆起了抗日的那些日子。究竟是谁在假扮浪人？凯特带着狗子逃离到了自己租的公寓。阿曼德一家子越来越古怪了，袭击拍卖会的运动服帮又是谁呢？可惜狗子给不了他答案，随便喂了口吃的，他就想去雅克家一探究竟，一路溜进了对方的豪宅。阿曼德还把自己30的身份刻在了糖果上，让凯特直呼他自恋呢。继续深入豪宅，他发现一个男人躺在血泊中，正是阿曼德3世，对方早已咽了气儿，致命伤是背后的刀口。来不及多想，凯特马上逃离现场，不幸被运动服帮堵在了街上。浪人本就是犯罪分子的死敌，如今重新出现，自然要被报复。面对群殴，凯特只能是且战且退，他根本不是这么多人的对手啊！逃进车里，反锁门窗，惊恐到了极点。可运动服帮成员们开始接连倒地，神秘兜帽男赶到现场，对方哀嚎声都没发出来，就全体丧失战斗力。此人自然是巴顿，而这成了一场大型粉丝见面会。You're a Hawkeye. And who the hell are you? 还是那个漫威啊，凡是跟复联沾点边就必须上来消费一下老英雄们。乐可当个逗逼剧看挺好的，上次更新黑寡妇也算是遇了一下鹰眼。万没想到评论区这么不堪入目，有人天生敏感，为了防止那些人又着急上火，我们先不聊鹰眼，说说剧里的其他成员。不得不赞一下鹰眼的选角，大黄蜂女主角凯莉作为继承人绝对说得过去，最主要是选角没有被那个呀，咱们就直接狠狠的爱上这个逗比女孩。另外他妈艾莉诺也是个老熟脸了，曾和妮妮一块出演了法官老爹，又跟温子仁海洋领主奥姆一起拍了招魂，还和神秘客杰伦哈尔联合出演了烧脑作源代码。他还是被哥斯拉烫死的帝王研究主管。关于其他角色，首先就是一脸反派向的雅克，名字和收藏剑的爱好都直接表明了他就是超级英雄剑客。这人没啥超能力，就是一个善用剑术的普通人。他的另一个身份我们就不提了，当然此人跟巴顿的关系非同一般，有可能浪人时期的剑术就是他教的。再就是开头被毁的史丹塔，来源也在前面说过了，运动服帮也是黑呀，毛味口音加运动服，懂的都懂啊。剧中可见鹰眼戴上了助听器，这一设定早在漫画中就有了，让人们可以更加同情这些凡人英雄们的不易。近些年来，漫威最受好评的系列之一就是由作家弗莱克斯2012年发布的鹰眼系列，这也是本剧的灵感来源。他笔下巴顿和凯特的关系有种蝙蝠侠与罗宾的感觉，并且着重表现了巴顿既是英雄也是个普通人，他没有其他复仇者的光环，而故事也围绕着巴顿、凯特两个人与运动服帮的较量展开。其中运动服帮的卡奇
很可能会像漫画一样讨人嫌，其典型一个扎眼的酱油瓶啊。厕所内那句灭霸是对的，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。猎鹰与冬兵里就出现过很灭霸派的人啊，并且本片可能会引出金并，就是夜魔侠里那个语言天才。我是什么？你这样听得我难受呀！若金并真的登场在鹰眼中，那马律师客串个蜘蛛侠不过分吧？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